不知羞耻！大好的吉比里，你竟在府中私藏外男，暗行苟且，被当场拿获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简直丢尽了丞相府百年颜面！家门不幸，事正确凿，无需多辩。3日后便将他嫁与这穷书生，逐出丞相府，永世不得归宗。我吉比里那天，醉酒被在家中寄读的穷书生拿走我最重要的东西。爹娘嫌弃我名声尽毁，将我草草下嫁。从今以后，相府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娘，我真的没有。妹妹，些许薄物，算是姐姐的一点心意。日后在外若是遇上难处，尽管回府来找姐姐，姐姐定会接近你。沈大小姐当真是菩萨心肠，甄千金做出这般不知廉耻的事儿，她非但不嫌弃，还处处照拂。虽说当年报错，她并非向先生，可自小在丞相府长大，举止气度半点不差，这才是真正的名门贵女风范。那一年，姐姐高嫁王府，享尽尊荣，而我这个名正言顺的甄千金，却背负污名，屈辱地下嫁进书生的茅草屋。3年后，我被书生折磨出一身重病，逃回京城求长姐救济，拉我脱困。姐姐，你当年送我出嫁时说过，若我走投无路就来求你，求姐姐给我条活路，救救我吧。妹妹还不知道吗？你及第那日喝了我弟的酒，才会身热难耐，被那个书生诱拐上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是真千金，嫁给太子的好婚事还能轮到我吗？我只能用点手段。真相竟是如此，沈慕容，若有来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这是回到了吉吉里当天。既然你这么迫切的想要害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妹妹，今日是你吉逼的大日子，过了今日，你便是大姑娘了。多谢姐姐。姐姐，王爷今日为你而来，这第2杯酒，你该敬给准姐夫才是。就你会说话。王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热，好热！这呼吸急促、浑身滚烫的模样，果然和前世我中药时一模一样。这阴毒能让最金贵的皇子也沦为欲望的野兽。王爷，我扶您休息。慕容，沈慕容，你为了他费尽心机。前世我把你当长姐，从未想过争抢。现在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包括你最心爱的男人。王爷，知何在这儿？姐姐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你亲手递来的酒，竟成了我与王爷的暖情酒。王爷，上一次这样仔细看你，还是在那年大雪。那会儿，你是尊贵无比的太子殿下，而我只是个拖着断腿、满身恶疾，连你府门都进不去的乞丐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这是得了什么脏病啊？哪来的乞丐，竟敢冲撞太子妃？侍卫，还不把人插走！是。殿下，这是我那远嫁松阳的妹妹沈之和，就是3年前在吉礼上醉酒与书生厮混的那人。原来是他。殿下先进去吧，外头冷，我来安置妹妹。外头冷，别待太久。妹妹，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？姐姐救我！段言他不是人，他娶我后夜夜光清了，1年就败光了我的嫁妆。他不读书，日日打我，我这腿就是被他打断的。他还带了一身脏病给我，我杀了他。官府在通缉我，爹娘对我闭门不见。姐姐，你当年送我出嫁时说过，若我走投无路就来求你，求姐姐给我条活路，救救我吧。妹妹，你还没回过神来吗？我当年之所以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早料到你嫁给段言那个赌徒必定生不如死。姐姐，你说什么？当年吉壁礼上，姐姐给你的那杯酒下了银毒，不然你以为你怎会突然身热难耐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亭子里剥光了衣？段言是我一早就安排好的，我让他躲在假山里守株待兔，等你失了理智，他就趁虚而入。你竟然从那时候就开始算计我！是我掐着时辰带着所有宾客去捉奸的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亲眼看看你的丑事！你沈之和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别想一道好亲事！为何？你一回来我就成了笑话。原本我是爹娘捧在掌心的明珠，可你的出现让我成了最廉价的榆木。爹娘给你的吉宾礼那么盛大，全城的权贵都来了，凭什么？
你夺走了本属于我的荣光。女子及笄便可一婚，爹娘定会偏袒你。我若不识手段，和陈王府的亲事就是你的了。为了让殿下多看我两眼，我花了多少心血，我绝不允许你毁了这一切。你也别怪我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在现在我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而你只是个浑身烂疮的乞丐婆。脏死了！张知府，沈之和在松阳县谋杀亲夫后潜逃回京，自古杀人偿命，你可别因为她是我妹妹就偏袒徇私。请太子妃明示，就让她给她那可怜的丈夫偿命陪葬吧。沈慕容，妹妹啊，20年前我替你做了丞相千金，20年后我替你做了太子妃，你这辈子的气运注定都在我手里。你啊，认命吧。若有来世，我一定要成为这里的女主人，把害我的人统统踩在脚下。你敢算计本王？王爷，臣女一直在小楼休息，是王爷您突然冲进来，对我……怎么可能？本王的酒量向来极好，今日不过碰了数杯。可方才王爷分明神志不清，无论臣女怎么退都退不动。难道酒里被人动了手脚？今日鸡集里，臣女只喝了1杯酒。臣女记得，王爷进内殿前喝的也是姐姐敬的酒。难道是姐姐？若真是姐姐算计，我与王爷都不能在此之久留了。绝无可能。慕容心地温良，绝做不出这等下作勾当。皇后娘娘马上就要到了，知和是今日的主角，绝不能失了礼数。快把人给我寻来！娘，女儿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。方才听丫鬟说，看到知和妹妹跟一个外男进了内院。胡闹！敢！眼下两人都消失了，会不会是在哪处厢房私会？王爷别担心，臣女去应付他们。您快从小窗离开。那你呢？若被撞见，您的一世英名就毁了。臣女没想过要以此要挟王爷什么，只要王爷安全。如果您只是醉酒误事，姐姐定不会为难我的。知和妹妹，你在里面吗？你要是不答应，姐姐可就直接推门进来了。姐姐、娘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方才有些酒力不支，在这里小憩片刻。是吗？可我听妹妹的声音，为何如此沙哑？醉个酒，难不成还伤了嗓子？许是刚才睡着了，不小心着了风寒。如此，那姐姐我更得进去仔细瞧瞧了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知和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娘亲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什么都没做。妹妹，你这副样子，该不会是跟哪个野男人在这屋里行苟且之事吧？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早说你回府后要严加看管。你那养母是青楼舞姬，你被她带得耳濡目染，难道也跟那风尘女子一样离不开男人？姐姐，我的养娘再不堪，也是你的生母，你说话还是留点口德吧。住口！一个继子，被我这场金口评价2句，也算是他死后的荣光了。这相府的真千金，教养果然，在级比礼上就敢与人苟合，难怪嗓子都喊哑了。沈之和，姐到底是谁？姐姐，你怎能无凭无据污蔑我的清白？污蔑？你这一脸心虚给谁看？姐姐一口咬定我有奸夫，还偏偏带着这么多贵妇过来，难道是早有预谋的来捉奸吗？我今日莫名醉酒，难道也是姐姐提前安排好的？你少胡言乱语！你是不是清白的？只要看这屏风后面有没有人就知道了。让开！抓到了！大家快看！抓到了！大家快看！沈之和，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好抵赖的？哎呀，这沈之和居然真的在和男子私会，居然在及笄礼上做出这种丑事，这真是有辱丞相府的门楣呀！之和，你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快说，这奸夫到底是谁？不是的，娘，求您听我解释，不是那样的。解释？等我看清奸夫是谁，看你还怎么狡辩！转过身来，姐姐。这都是我的错，大不了我一根白绫吊死，你们不要为难他，求求你了，姐姐。让开！你这个贱人，我叫你转过身来！奸夫是本王，你可满意了吗？慕容，王爷，参见王爷！怎么会是王爷？怎么会是王爷你？当然是因为你的好王爷刚才弄我了啊！你这个贱人，是你，一定是你调包了酒杯！够了，沈慕容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仪态？王爷，妾身是看您被害成这样，一时急红了眼，才失了分寸。
王爷您向来克己复礼，谦卑不倒，今日怎么可能醉成这样？一定是有人在酒里下了药，想图谋不轨。姐姐这话含沙射影，难道是想污蔑我给王爷下药？你还在装？在这神府内院，除了你还能是谁得手？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沈之和。王爷要证明清白也容易，只需请大夫把脉便知。来人，去前厅请太医李慎之过来。回王爷，王爷体内的确中了烈性的淫邪之毒，火热内盛，此毒若不及时疏解，轻则伤及根源，重则气血逆流而亡。荒唐！沈丞相，你们相府是不要命了吗？竟敢在吉英仪上对当朝皇子下这种药！王爷息怒，臣实在不知情啊！爹娘，你们不必告罪，王爷绝对不会连责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出真正的凶手。沈之和，你敢不敢也让太医看看你的脉？姐姐这是何意？如果你也中了毒，那算你无辜；但如果你脉象正常，那就说明你始终清醒。一个清醒的大家闺女，见到神志不清的王爷，第一反应应该是请大夫，而不是诱拐王爷上床。别装了，沈之和，你就是想攀附王府，想逼王爷在今日娶了你，对不对？沈之和，你若无愧，就请太医诊脉。我没有给王爷下药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没有，你躲什么？殿下，这药如此歹毒，如果是两人一起中药，沈之和才算无辜。可如果沈之和始终清醒，只有殿下您意乱情迷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他自己下药勾引皇子啊。哥哥，我才是跟你流着一样血脉的亲妹妹。休要叫我哥哥，行迹浪荡，不知廉耻。像你这样流落在外18年，被那种脏地方养大的人，我沈景宇羞于与你为伍。沈小将军说的对，谁不知道陈王与慕容姐姐两情相悦？我看啊，是某些人眼红这桩婚日，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倒逼王爷娶她为妻吧。虽说血缘可贵，但某些人是在妓院那种地方长大的，骨子里就贱，哪比得上慕容这样精心培养出来的真贵女？沈之和，你也别装了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想抢慕容姐姐的婚事？这可是你自己的几笔里啊！为了爬床，你还真是够豁得出去的。之和，同为女人，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自小养在外面，你的养娘毕竟是个妓女，难免教了你些下三滥的勾引手段。我没有，你心虚什么？若是心里没，就让太医看看你的脉象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不可以，大家快看啊，他这就是招了！太医，快过来把脉！王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，我是无辜的。之和，既然如此，便让太医看看你的脉象，若你是清白的，自能堵住悠悠众口。磨蹭什么？李太医，快请！瞧瞧，这心虚的都要缩成一团了。要不是他吓的，还能是谁？是青楼养出来的，上赶着爬男人的床，真以为这样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潜质滑天下之大稽。沈丞相，恕我直言，这半路认回来的真千金，品行比起慕容姐姐，可真是差了100倍不止啊！住嘴！事情尚未定论，谁准你们如此议论相府千金？在皇宫作伴读时，你们就学到了这副教养吗？王爷，他这副畏罪的模样还需要验吗？他分明就是……之和姑娘这脉象，如何？太医，他根本没有中药，全是在演戏，对不对？回王爷，之和姑娘的脉象与您一样躁动急促，乃是烈性淫毒伤身后的气血虚弱之症。两人应是同时中了毒，且之和姑娘所中剂量更甚，症状比王爷还要严重，发作时必然神志不清，所思所为皆不受控。之和姑娘实乃无辜受害者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医，你一定看错了，是不是他给你许了什么好处？老朽在太医院当差40余年，倒还是头一次有人质疑老朽的医术与人品。如果你真的中了药，刚才把脉你躲什么？你在心虚什么？我躲是因为我怕太医把脉时会暴露这些痕迹，若是被人瞧见，不仅有损王爷清誉，更怕爹娘责怪我不守闺女端庄。姐姐，还有诸位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他竟然真是无辜的，那下药的会是谁？难道宴会上有刺客？我刚刚好像看到锦荣给王爷和那位珍医都敬了酒。住口！莫要胡言乱语陷害慕容。即便沈之和也中了药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为了高攀陈王府，不惜以身入局，兵行险装，给自己也下了毒？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，也就骗骗你们。原来如此，沈大公子慎言。此毒名为配鸳鸯，药性极猛极阴，乃是免给牲畜配种用的。常人服下，血气逆流，毒素会迅速渗入骨髓血液，若无10天半个月，根本排不干净。不愧是我的亲大哥，我的心思全被他猜中了。我的确也吃了那药，不过是吮吸着顾燕昭脖颈上的鲜血，让那剧毒通过血液入了我自己的喉。幸得上一世从大夫口中得知，你的血意味不对，是不是为了洞房喝了什么烈性的情药？而这药有个混名叫配鸳鸯。原是民间用来给牲畜配种的，用在人身上，药效太猛太毒，只要不论男女，不论身份，都能交配成一对。配鸳鸯准确来说是为阴毒，
若残留在人体里，没有10天半个月，根本不可能完全排出。药性发时中了药之人的血液都是带毒的。哥哥的意思是说，我为了攀附王府，竟不惜抛弃清白，甚至连命都不要了，给自己下这等重剂量的淫邪毒药。哼，这世上真有人会贪婪愚蠢到拿命去赌吗？还是说，在哥哥眼里，我沈之和原本就是如此不堪之人？你少在这混淆视听。爹娘，在你们眼里呢？我难道也是这种为求上位不择手段的恶人吗？我才是跟你们流着同样血液的亲女儿啊！沈慕容今日污蔑我，何尝不是在污蔑沈家所有人？他是想告诉全京城，沈家刚认回来的女儿是个轻薄女子，还是想说沈家的教养就是如此卑劣？之和，别说了。王爷，刚才有些话我一直不敢当众提，但现在不得不说。王爷还记得宴会上喝过的东西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和我都只喝了沈慕容敬的那杯酒。我敬的酒没有问题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现在下药可不一定要在酒里，若是有人在器具上动了手脚，那也是一样的。不如让人把姐姐敬酒时用的酒壶和杯子取来一查，便能真相大白。王爷，您难道怀疑我吗？我们相识多年，我是什么品行，您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慕容，你是什么品行，本王从前自认为了解，可今日之后，的确要再考察一二了。王爷，莫要听信沈之和的一面之词。好，既然妹妹咬定是我清者自清，不怕王爷查。我要检举！我要检举！冤枉啊！相爷救命！他污蔑我！是他，是他！别怕，本王在。王爷、相爷，草民张书翰要检举书生段燕欲行不轨。张书翰，你身为缉毒秀才，为何不在外院，反而闹到这儿来？回相税，今日一早，草民就发现段燕鬼鬼祟祟往内院花园跑，草民怕他冲撞了贵人，便一路跟踪。果然，草民亲眼看到他躲在假山后面，在知和小姐经过时，他竟从假山钻出来四处寻觅，还在各个厢房徘徊，一间一间的推门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走错了路。走错路会每一间房都推开看吗？他那分明是在找人，若非草民及时将他擒下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事。姐姐，你果然狠毒。如果没有顾燕昭，如果我真的中药，就算我躲进厢房，此时我定已落入段燕这个畜生手里。相爷，今日是二小姐的及笄礼，您对草民有知遇之恩，草民绝不能坐视段燕毁了相府的名声。方才将他擒拿时，他反抗激烈，草民便从他怀里搜出了这个。这方巾里也淬了同样的阴毒，这书生竟然想对知和小姐图谋不轨，简直色胆包天！王爷，放肆！狗奴才，是谁指使你在相府行此龌龊之事？我只是个听命行事的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！段燕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这种又蠢又坏的小人，为了活命，一定会咬死幕后主使沈慕容。这一世，你也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。敢指使我干这种掉脑袋勾当的，在这府里当然只有沈皇后娘娘驾到！就差一点，竟然在这个时候，太好了，娘娘来了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本宫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母后，此事……娘娘，你要为王爷做主啊！沈之和他竟用那些青楼里的下等路数，设计勾陈王殿下。娘娘，这沈二小姐毕竟是在外面被继子养大的，恐怕真是学了些不干不净的东西。这等自轻自贱的手段，简直是丢尽了相府的脸，更是冲撞了王爷的清誉。母后，并非慕容所说的那样，知和他也是受害者。够了，本宫没耐心听这些狡辩。无媒无聘，私下苟合，极为不贞。娘娘，赐他白绫子爵，本宫顾及沈相的面子，成全你死后的体面。母后，沈之和也是被人算计的受害者，您不能如此断绝他的性命。我这点演技，在母仪天下的皇父面前，确实有些班门弄斧了。他若要杀我，沈家只会为了保全名声，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去，就像前世那样。妹妹，你惹恼了娘娘，姐姐也救不了你了。这等安杂身子，不配披着王爷的袍子。母后，若说是真，今日儿臣也失了子的忠贞，儿臣与他已成既定之事。你疯了！母后若执意要赐死他，不如多备一根白绫，把儿臣也一并吊死这厢房门前，全了母后的威严。皇儿，你竟为了这个女子要挟本宫！王爷，您的心跳得好快。不问前因后果就下杀刑，母后这么做，跟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？还有你们，皇后娘娘在此是来主持公道的，一个两个都低着头，难道都成了哑巴不成？母后，
此事事出有因，分明是有奸人做局。您既来了，不如请上座，听一听证据，再下决断。好，本宫就听听看，有什么证据能抵了这失贞之罪？回皇后，王爷，属下奉命查验，今日沈慕容小姐敬酒时所用的酒具上，确实有淬毒的痕迹。回娘娘，经查验，此毒乃是民间的猛药配鸳鸯，这药性猛烈，原是用来给牲畜配种。今日王爷和二小姐之所以失态，罪魁祸首便是他们。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！娘娘，这些酒具在后花园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，臣女也是被人陷害的。慕容，酒是你敬的，毒在杯上，难道真的是你在贼喊捉贼？娘娘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那些下人或者是酒窖的人对，一定是有人嫉妒我，才在酒里动了手脚。不必查了，此事昭然若揭。是书生段燕对相府千金起了色心，动了歹，他潜入内院，趁人不备，在酒具下毒。王爷，来人，把段燕这个胆大妄为的畜生拖下去，行阉割之刑，再押去绞杀。我只是个办事的，是他主谋是神。王爷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段燕他刚才……沈慕容行事不察，亦有过失。从今日起，沈慕容禁足思过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得出阁楼半步。为保住他，你竟然不惜把所有证据都毁了，甚至不给段燕开口的机会。母后，沈之和今日阴差阳错替儿臣解了银毒，他既然是无辜受害者，儿臣断不能让他蒙羞，儿臣愿意为他负责。燕昭，你什么意思？父皇本就有意让陈王府与相府联姻，既然沈之和才是相府真正的真千金，那么这桩婚约理应由他来履。本王会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，迎娶丞相千金沈之和为陈王妃。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且这沈二小姐确实流着沈家的血，为了皇室与相府的体面，也为了江山社稷的助力，燕昭，你自己去御前向你父皇请旨吧。儿臣叩谢母后成全。顾燕昭，你这一救不仅保了我的名节，也断了皇后的杀心。这一局我终究是赢了。王爷，您是在跟慕容赌气，对不对？明明之前您心悦的人是我，今日为什么要说娶沈之和那种人做王妃？王爷，您不知道，他在外面流浪18年，那是被那种脏地方的人养大的，他骨子里就透着肮脏。今日这一切一定是他设的局，你们全都被他那副无辜的样子给骗了。慕容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在本王面前撒谎到什么时候？这是杯子的杯沿和杯底都被淬了那种银毒，太医说了，只要倒进液体，瞬间就会变成烈性药水。你怕在酒里下毒太容易被发现，所以才在杯子上动了手脚。如果本王没猜错，那个段燕也是你提前安排进内院的。你是想给之和下药，再毁了他的清白。这样一来，这京城上下相府最尊贵的千金便只有你一个，你也就是本王唯一的王妃人选，是不是？你在酒盏底部做了红色记号，可惜你算计的再周全，终究还是因为记号太隐蔽，忙乱中自己弄混了杯子。你把毒酒敬给了本王，甚至还想借我母后的手，直接要了沈之和的命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！沈慕容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利用皇室来谋算人命！不是的，王爷，臣女的确想过给沈之瑜下药，可那是因为他和那个书生段燕本就私下交好啊。王爷，我只是想成全他们。沈之和亲口对我说，他想跟段燕私奔，我只是想在他吉利里这天帮帮他们而已。死到临头，还不忘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从没想过要算计王爷，一定是他趁乱调换了杯子，所以才害了王爷您，是他故意的。王爷，臣女仰慕您多年，做梦都想成为您的发妻。臣女的心意，您难道感觉不到吗？我怎么舍得伤害你？这一切都是沈之和害的，她才是那个处心积虑陷害王爷的恶毒女人啊！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不知悔改！本王的侍卫已经查得一清二楚，那套酒具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碰过，还有段燕。属下从他房里搜出了一张沈氏银票，那银票上沾着你身上特有的奇兰香，这香你从小用到大，本王绝不会闻错。这些证据，本王念在旧情，没有让人直接呈给母后，甚至还让人提前搅烂了段燕的舌头。否则，沈慕容，今日在这儿被刺死的人，就该是你。给皇子下药，罪可诛九族。江锦荣，本王今日护你一次，算是还了你这些年的痴情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与你再无其他情分。你别想做陈王妃，也别再针对江锦和。你如今针对他，就是在针对本王。王爷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是来诛妾身的心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。说到底，本王与沈之和的那杯暖情酒，还是你亲手递上来的。王爷，二位大哥，此人今日险些毁了我的清白。之和小姐，王爷说了要让他闭嘴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可否让我亲自解解气？这怕是会脏了小姐的手。不会，绝不耽误你们的正事。小姐请，这畜生动弹不得。这一掌
清算你3年来步步纠缠、肆意窥探的无理行径。整整3年，你屡次纠缠不休，肆意诋毁于我。今日这份困扰总算彻底了结。方才这一幕，2位大哥记得一字不差地告诉陈王殿下。告诉王爷，小姐您这是？告诉王爷，我对这轻薄之人恨之入骨，唯有如此狠厉，才不负我相府嫡女的尊严。够狠，才能彻底消掉顾燕昭对我与段燕早有私情的最后一点猜忌。小姐，这脏东西已经伏诛了，断气了便好。记得回府复命时，把刚才我如何挖他眼睛、如何断他颞根的事，原本远告诉陈王殿下。小姐，女子行事如此狠烈，若是传到王爷耳中，恐怕会坏了小姐在王爷心中的印象。我是要让王爷看清楚，我对这企图毁我清白、污我名誉的贼子可有多恨，恨到哪怕脏了手，也要亲手剐了他。只有我表现得足够狠，沈慕龙那些关于私下交好的脏水，就永远别想泼到我身上。属下明白，定将小姐维护清民、誓死守节的决心如实转告王爷。下药谋害皇子这种死罪都能保下来，顾燕昭，你终究是对他心软了。前世你们恩爱无双，这一世你的情却成了我复仇的绊脚石。不管是顾燕昭还是整个沈家，我都会让他们亲手把这战朝的野军驱逐出去，让他滚回肮脏土里。知和，父皇的圣旨已下，聘礼也已入府。这段日子你只需在府内安心待驾，一切琐事自有本王打理。有王爷这番话，知和自然安心。这钗子好生精巧，不知王爷可愿亲手帮我戴上？不好了，王爷，相爷，不好了，慕容家阁楼上掉了！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快去救人！我的蓉儿啊，怎么这么傻呀？明明是我的好日子，沈慕容，你这戏台搭的可真够及时的。王爷，您别救我，让慕容去死吧。慕容如今名声尽毁，哪里还有脸面活在世上？就让慕容以死谢罪，成全了你们吧。贾寻死，连勒痕都舍不得勒出一刀，这戏演的可真够省力的。傻孩子，你何苦这么想不开？你是要疼死爹娘吗？蓉儿，你别怕，你还有爹娘。犯了错，咱们改了便是。是啊，慕容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还有哥哥给你顶着，谁也别想欺负了你。原来有人兜底的人生是这样的。前世我被段燕折磨，被全京城唾弃时，这些所谓的亲兄，只恨不得快点把我扔出去，生怕沾了我的晦气。王爷，慕容这副残躯真的不配让您挂血。你罪不至死，何必如此轻生？往后莫要再做这种傻事。若没有王爷照拂，慕容真的生不如死。王爷，我好难受，慕容有些喘不上气。快去请太医。灵蝶，这种口味的给大公子和我方阁各送一份去。小姐，这慕容小姐看见这些，怕是会更伤心。就是要让她知道，这相府的天已经红了。沈之和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明知道慕容现在看到红绸都心惊肉跳，你还让人把喜糖往他眼前送，你是存心想逼死他吗？哥哥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只是想让姐姐也尝尝喜宴的甜头。太医说她心思郁结，我这当下妹子的想让她沾沾喜气，说不定心病好得快些，这也有错。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你以为你当了王妃就能在沈家横着走了？哥哥真是误会妹了。来看这几种口味哪个更好，我好在大婚那日招待贵客。滚开！哼，沈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恶毒的东西？谁稀罕沾你的晦气？拿着你的脏东西滚！小姐，奴婢这就捡起来。不用捡，灵蝶，你去告诉爹娘，就说哥为了慕容姐姐，今日发了好大的火，还跟我吵了一架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说。知和，大哥今日因为我跟你起了争执，我已经说过他了，他那个人性子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姐姐这话说的，大哥为了维护你，连我这个亲妹妹都敢踩在脚底下，你们还真是兄妹情深。咱们在这家里住了这么多年，大哥一直把我当亲妹妹看。知和，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，大婚在即，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你跟家里人闹僵，是吗？姐姐倒是突然转了性了。知和，有些情分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我在这个家待了18年，大哥虽与我没有血缘，可这些年的相处早已胜似亲兄妹。既然胜似亲兄妹，姐姐今日这番作态，又是演给谁看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想要的太多，做了不少错事。可大婚在即，病了这一场，我才明白，亲人才是最要紧的。哥哥在花园深处的御宴阁等你，他心一直过意不去，想亲口跟你道个歉。你看在兄妹情分上，总不好驳了他的面子。道歉，大哥白天那副要生吞了我的样子，可不像要道歉。知和，你现在是准王妃，皇室最重名声，若你连亲哥哥的台阶都不下，传出去，他会落得个不敬兄长、刻薄寡情的名声。我如今是嫁不进去了，可你总不能丢了相府的脸面，让陈王殿下看笑话吧？这天都要黑了，去那种偏僻地方，姐姐莫不是在给我设局？这可是相府，是你的家，我还能在那儿把你吃了不成？走吧，姐姐陪你一起。好啊，那我就随你去见见这位亲哥哥。这味道是配鸳鸯。知和，
愣着干什么？快进去见哥哥吧。沈慕容，同样的招数玩2次，你不嫌腻，我都要看吐了。你干什么？这种诱拐少女送羊入虎口的招数，我在青楼时就见得多了。你想毁了我？哼！既然姐姐这么喜欢做媒，那这桩好事你就亲自收下吧。志和，给我要渴死了！不，沈景宇，是我是慕容，你滚开！姐姐，沈景宇对你可不只有兄妹之情，这配鸳鸯的药效你最清楚。既然是你亲手下的药，那就由你亲自来解，好好享受吧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奴婢听见里面……灵蝶，听好了，现在立刻去陈王府通报，就说慕容小姐在相府失踪了，恐怕又要寻死，请王爷务必过来看看。那相爷和夫人那边，问道也去告诉爹娘，声音大一点，让他们知道慕容小姐危在旦夕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一定把话带到。好，灵蝶，去吧。王爷、爹娘，你们可找到姐姐了？我听说她不见了，找了大半个园子。这是什么声音？王爷，慕容许是累了，在这里面休息。内宅这点小事，不如就交给臣妇处理。王爷先去前厅喝茶。别走，慕容，我的好妹妹！混账，那是景宇的声音！啊！景宇、蓉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快放开！沈慕容，你这个畜生，你竟然敢引诱我儿子做这种事！相府养了你18年，娘，不是我，是沈之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脏。王爷，您慢些。王爷，姐姐定是无心之事，或许是她近日心思郁结，醉酒误事了。哥哥也是，他定是被姐姐……王爷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闭嘴！王爷，气急攻心。顾延昭，你对他曾经有多爱，现在就有多恶心。这一口血，算是断了你对他所有的念想。逆子！逆女！你们还有脸跪在这里？爹娘，孩儿真的是被下药了。孩儿当时神志不清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真的不是孩儿的错，是有人要害我。回霞验过了，大公子体内确实残留有配鸳鸯的药性，脉象躁动尚未平息。那慕容呢？她是不是也被贼人害了？这慕容小姐的脉象平稳，并无任何中毒之兆。好啊，一个中了毒，一个清醒的很。沈慕容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你，沈之和，是你这个贱人陷害我！你好歹毒！你既然设计让我和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回我？姐姐这话说的好生奇怪，我一直在送王爷回府的路上，何来陷害一说？刚才大夫也说了，哥哥中了药，可姐姐你却清醒得很。这种药，府中只有你有过前科。你现在对着我大喊大叫，难道不是在贼喊捉贼吗？爹娘，你们别听他的。说我没猜错，姐姐是看准了自己嫁不进陈王府，又怕被相府厌弃驱逐，所以你才豁出这张脸皮，不要也要给哥哥下药。你是想着只要成了哥哥的人，就能争一个相府儿媳的名分，继续赖在这儿，是也不是？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当众如此羞辱我！你这没良心的毒妇！你一回到沈家，就把这家里搅得乌烟瘴气。明明是你陷害我们，现在还要在这儿看笑话。爹娘，你们快瞧瞧，哥哥这会儿多疼惜慕容姐姐啊！宁可对自己亲妹妹动手，也要护着她。既然哥哥对姐姐如此情深意重，反正两人又没有血缘关系，不如爹娘就发发慈悲，成全了他们，让慕容姐姐名正言顺的做我的嫂嫂，如何？胡闹，简直是自掘坟墓！之和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哥哥他是咱们相府唯一的嫡子，他的婚事怎么能……爹，您之前不是还说要给哥哥定新安侯府的千金吗？再不济也得是国公府的嫡女。您在朝中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就指望着哥哥的婚事能让沈家再进一步稳固根基呢？如今若是让一个养女做了嫡儿媳，外人会怎么看？沈家的仕途前程，怕是都要葬送在这情深意重里了。陈王那边肯定是没戏了，名声也毁了。若是能抓住沈景宇，留在相府做少夫人，总比被赶出去强100倍。爹娘，事已至此，慕容的清白一毁，再无颜面另嫁他人了。既然慕容与景哥哥已有了夫妻之实，慕容愿意一辈子守着哥哥，哪怕没名没分，做个妾室也行，求爹娘成全。爹，慕容只想留在你们身边尽孝，求你们了。你竟然还敢想嫁进来？你是想把景宇的一辈子都毁了吗？爹娘，慕容说的对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就娶了她吧。反正她是养女，自小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长大，大家知根知底的，让她做儿媳，你们也放心不是吗？放肆！
简直是放肆！你这个逆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从小到大，娘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动你。就算那天知道你不是我亲生的，我也没忍心责怪过你半句。可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娘，别叫我娘，沈慕容，你记清楚了，你本是一个卑贱妓女所生的孽种，是我沈家心慈，让你在这相府享了18年的荣华富贵。我和主君精心栽培你，指望你做个出类拔萃的大家闺秀，为你谋划锦绣前程，疼你甚至比疼亲生女儿还重。可你这个畜生干了什么？急逼礼上，你算计皇储，拿江家九族开玩笑。如今你又算计你的养兄，你是想毁了我儿子的前程，毁了我江家100年经营。你这只害人的白眼狼，当初我就不该心软，就该把你赶出家门。把我认回来时，他们舍不得赶走江锦荣，急逼上，他们不忍追究江锦荣的大错。如今江锦荣碰了他们的宝贝嫡子，动了江家的根基，他们终于慌了。爹娘，你们不必再逼慕容了。若是你们非要赶他走，那就连我一起赶出去。你这个逆子！沈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孽障？主君，快，扶相贴进屋，请大夫。爹，喝药吧。太医说了，您这病是急火攻心，这症状倒是跟陈王殿下那日的病症一模一样，喝了药很快就能好的。和儿，爹爹对不起你。爹，您病着，别说这些。爹当初真是糊涂，身子和竟然去偏袒那个外人，白白冷落了我这么好的亲生女儿。和儿，都是爹娘不好，咱们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竟去疼那一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偏心里冷落，客全清楚啊！若不是眼看沈景宇废了，沈慕容如此不堪，你们又怎么会把家族唯一的希望压在我这个准王妃身上？爹娘，你们千万别这么说，真是折煞女儿了。女儿流落在外18年，虽吃了些苦，但也深知爹娘撑起这偌大的丞相府是何等不易。女儿心中只有对爹娘的敬重与体恤，从来不敢有半点怨言。我的好和儿，你越是懂事，娘这心里就越不是滋味。可眼下今日那荒唐事，连陈王殿下都亲眼瞧见了，这若是传到宫里去，咱们沈家的老脸往哪儿搁？这残剧到底该如何收场才好啊？不管那个沈慕容，他是断不能再留在相府里碍眼了。爹娘，不如听女儿一言。哥哥之所以对慕容姐姐如此执迷，无非是因为两人自小一起大耳，离得太近了，难免生出些不该有的心思。只要将他二人拆开，让哥哥见见外面的天地，心思远了，人自然也就清醒了。和儿仔细说说，如何拆开？女儿有个拙见，出面将哥哥调去边境磨练个2年，一来让哥哥在军中思过，收心，好歹保住他的前程；一直在这皇城的金窝里娇生惯养，对哥哥的前后半容发誓都没什么好处。有理，大有道理。确实该让他去吃些苦头，免得整日只知道儿女私情。那个养女又该如何处置？总不能真让景宇娶了她。慕容姐姐在皇城多年，也算小有名气。若相府直接把她驱逐出府，只怕也要惹人匪议弹劾。那难道还要一直养着她这尊大佛不成？自然不用，不如咱们给她配门婚事，让她远嫁出去。如此一来，沈家全了最后的情分，对外称是寻得良配，远嫁成婚，相府仁至义尽，旁人谁也挑不出半个错处。好，和儿，你当真纵横谋划，真有我年轻时的风采。我给你生的女儿岂会差了？也是爹从前看走眼了，如今看来沈家往后的荣耀全得指望和儿你了。爹娘言重了，为家里分忧是女儿的本分。只不过这远嫁的人选一时半会儿去哪里配一门合适的婚事，总不能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，那也太不像样。爹忘了，那日集喜礼上，那个当众检举断宴的书生张书翰，虽说家境是贫寒了些，但人瞧着还算正直老实。关键是他对相府有这份心。张书翰，可我记得那人连个像样的功名都没有。慕容若是嫁过去，罢了。他原本就是妓女生的卑贱出身，能配个书生张书翰，都算他高攀了。我何必再替那白眼狼操这份闲心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和儿，你早些回去歇息吧，这2日辛苦你了。是，爹娘也早些安歇。小生张书翰给知和小姐请安。小姐果然是金口玉言，信守承诺。张公子不必多礼。当日我遣你去假山附近盯着断宴，那出戏你演得很精彩。能为小姐效力是小生的福气。断宴那蠢货还真以为能攀上高枝，被小生擒住时还一个劲儿的求饶呢。我已经跟爹娘提过了，要把沈慕容许配给你做正妻。张公子，你可还满意？太满意了。虽说是个假千金，可毕竟是相府娇生惯养了18年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能娶到沈家的大小姐，小生也算是高攀了。那是自然，慕容姐姐惯会伺候人，往后的日子，张公子可要好好待她。小姐放心，小生一定会让她过得终生难忘。沈慕容，前世你为了玷污我，特意挑了断宴那种人，如今我把张书涵送给你，这叫原物归还。姐姐，你可千万要接吻了。王爷，
今日气色瞧着好些了。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做了些消暑的甜汤。你没放糖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王爷，我忙着看火候，竟又忘了放糖。你们这些小姑娘平时不最喜欢吃甜的吗？这种事也能忘？王爷见笑了。小时候跟在我养娘身边，她不让我碰家里的糖，说糖很贵，我不配吃。那日事发突然，本王竟没发现你身上还有这种陈年旧伤，这是谁上的？王爷别问了，说出来怕脏了您的耳朵。说。吉吉里那天姐姐当众说我是被妓女养大的，她其实没有污蔑我。我的养娘，也就是沈慕容的生母，当年的确是青楼里的舞姬。当年她怀了客人的孩子，为了给女儿寻个好前程，便花钱雇了一伙人扮作强盗，把快要临盆的丞相夫人逼进了那间破庙。你是说，那场变故是他生母一手策划的？就在那间破庙里，两人同时生产，养娘趁乱调换了孩子，她给沈慕容寻了个泼天富贵的归宿，而我只能顶替那本该被抛弃的孩子，跟在她身后，在那等脏地方讨生活。我8岁那年，一个酒醉的客人对养娘施暴，我不知死活的冲进去想护着她，结果被飞溅出来的花瓶碎片划破了胳膊，血流了一地，疼得我几乎晕死过去。可养娘事后不仅没给我上药，反而劈头盖脸的责骂我，说我的胳膊变丑了，以后跳不来好看的舞，赚不到赏钱。他竟毒辣至此！后来伤口结了痂，他嫌我胆小，逼我去街头献舞卖艺。王爷，您见过那种场面吗？满街的泥泞和哄笑。我还记得那天我在街上笨拙地转着圈，正好碰见丞相府的千金出门游玩，那辆马车真华丽啊，上面挂着细密的羽毛风铃。风一吹，满大街都是兰花的香气。我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马车里的千金小姐，她头上戴着亮晶晶的琉璃花，穿着一身晃眼的金纱粉裙，手里还把玩着一只雪白的毛绒兔子。我看呆了，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尊贵。可下一会儿，养娘捂住了我的眼睛，厉声警告我说人家是千金小姐，不是我这种人能窥探的。她让我连羡慕都不准有，因为我永远不配过那样的生活。可没过几天，她又指着巍峨的丞相府对我说，只要我舞跳得好，就能进去给那位千金小姐献舞，得些赏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只是想他的亲生女儿，想逼我练好舞蹈，好带她进相府看看他的亲生女儿。而且进相府的前提是，他要我划破自己的脸。别说了，知和别说了，本王发誓，定会加倍补偿你。王爷，说了这么多事，您是不是还没见过我跳舞？对不起，知和，别跳了。那日在吉吉礼上，本王不该任由那群世家子弟拿你过往的山痛来侮辱你。本王早该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了多少苦，是沈慕容抢了你的人生，让你沦落风尘，受尽凌辱。本王发誓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他伤你分毫。知和没事的，若不吃那些苦，知和也遇不见王爷。现在已经苦尽甘来了。其实，知和对王爷的情分一点都不比姐姐少。王爷可知我是怎么被认回相府的？难道不是沈相派人寻回的？